那大家好，这里是大妈的多重宇宙啊，那我就是大妈，祝大家生生不息，繁荣昌盛。你这也懂是吧？啊，OK，好，那今天呢，其实是素雅 Sonia 那个主动约的，本来想说这个科幻啊，但是这个因为头一次，我这大妈多重宇宙原先一直想着是我自己瞎白喝的啊，但没想到这个在这个正常空间当中啊，能碰到这个更有趣的人，那么就干脆访谈一下。那访谈的内容是什么？会访谈什么？这我们只有一个大概的一个范畴，就是跟科幻相关啊。这刚好我有一个频道是爱死机，Love, Death and Robot，这个刚好是这个算是切合。所以，但是我呢，因为已经听了他们发了一百多个视频了，大家可能稍微有点理解什么是大妈啊，就相当于一个叫啥来着？精神世界分裂成很多宇宙的这么一个普通的程序员啊，可以认为是半退休的程序员。那素雅呢，我知道是之前啊，疫情期间我们有一次网络调研吧，或者说这个社会项目呢有过沟通。然后呢，没几年他突然从法国回来了，然后带回来一个在地的这么一系列社区的这个活动。所以你估计还是得给大家正式介绍一下你是谁啊？这个从哪来？找大妈聊，主要想聊什么？这样的话，这可能会变成一个系列啊。我们对，呃，咱们昨天约的大概是对谈，可能会放松一些。如果是 Sonia 访谈的话，我就非常的拘谨，但是没关系。就是多重宇宙，我非常认可。因为现在每个人的世界都裂变成一个独立的空间，别人无法侵入。其实现在进行深度沟通的可能性通道，居然就是最快捷的通道，居然就是短视频和和视频直播了，是不是？这个很奇特。对，我简单介绍一下我的身份呢，也没有太复杂。我是早期呢是城市规划师和建筑师，就是 urbanist，所以呢会研究很多很多的这个公共空间的社会创新。然后呢，在这个公共空间的社会创新里面，总之呢就是把人都从家里拉出来，就拉到这个广场呀、咖啡厅啊、这个共创中心啊，一起去整事情。然后发现这些年疫情之后呢，之前在这些公共空间的事情，大家无非是各种文化呀、娱乐呀、剧场啊、教育相关，但是疫情之后就不太一样了。疫情之后，所有我们最爱的全球的这些共创中心，全都就是怎么说 cut 暂停 down 了。了。对，暂停了很大一部分。我觉得呢，它有一些它会公布原因，说是因为我们的赞助者就是赞助的少了，有的是我们员工等等。但是呢，他们又快速的找到了新的模式，新的模式就是类似咱们这种多重宇宙的模式，它是就是叫 working anywhere 的那种模式。然后关注的主题呢，也从之前的都不太一样了。之前就是文化是文化，艺术是艺术基金，科技是科技基金。然后疫情之后，所有的基金的重要的方向，基本上就是公平性的教育。最重要的几些方就是公平性的教育和一些更健康的生活，以及就是 AI，就是 AI 和 CI 的结合，就是 CI collective intelligence，因为人类必须要依赖 AI 和 CI 的结合，才能够去在这种 contact 下去有一些创新。所以呢，这个全球的这些创新中心都有这个叫 CI 中心，所以 CI 中心，待会儿 CI，你说是集体智慧 collective intelligence 集体智慧是吧？啊，就是集合智慧，这也是那个就是蜜蜂的那种蜜蜂 啊，明白明白明白，集 collective 群集 intelligence，群对，那集群智个，慧，哎呀，集群这个智慧在科幻小说里头可不是个好词儿啊，对对对吧？对对有好多虫族是把人族给盖掉，就是靠这个 CI 的。哦，对，你是城市规划师，这个怎么说呢？这好像听起来很高大上啊。因为我知道国内的话是好像也就是阿里云跟哪个青岛啊、烟台一些小的边缘城市搞过这种智慧城市，里头可能就涉及到这个职位。那你回国了之后，这个职位是允许你全球到处跑的，就完全可以 SOHO 吗？不是啊，我应该是2017年开始一边做地产或者是研究院的顾问，一边自己独立做这样的一些社会创新了。只是线上之后，线上的积累，2020年之后线上的积累之后，加强了我这方面的信心。我觉得线上的咱们这个叫集体智慧的聚合，必须要加上这个在地的，就是 global 加 local 那个词儿叫 glocal 的模式，可能才会啊，global 对 啊 global。，OK。
对，，Glocal 所以啊，好吧，所以咱们刚刚说智慧城市、智慧社区嘛，因为现在全国也都在发展这个各种智慧城市和智慧社区的项目，但那些都是硬科技和硬项目，就是可能是您或者是您这个社群比较擅长这个领域，包括就是就是沸沸扬扬的叫新基建哈，一系列的新基啊建，各种啊啊，新基建。对，但那些都不是完全的，就是 AI 加 CI 如果没有社群的能量的激活，它那个 AI 采集来的数据永远是你的表情，是你的温度，它不是你的情绪、情感、认知和你啊，的能动性等等。明白了。所以到智慧社区，所以咱们相遇就是相遇在这个齐溪这个文化艺术、自然等等的智慧社哦区。对。，OK 啊，那听起来也是属于叫所谓经典的斜杠青年啊，反正各种各样的事儿都能做，然后呢，终于抛弃了那个叫固定职位，开始遵从自己的这个兴趣啊，搞一些认为对自己啊有愿意做，对社会也有帮助的事情。那听了一下，当中有几个疑问啊，一个是啥呢？就是你好像你之前搞的所有的项目都是想把人拉到一个空间当中去，对吧？啊，然后呢，通过疫情之前是的。对，通过嗯哼。建筑也好，疫情之后其实变化也差不多，这个目的是不会变的，只不过现在多了一个困难而已。但是就是建筑这方面的，我们程序员其实也很感兴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一个在《三体》之前非常流行的一本书啊，叫《建筑的永恒艺术》，你估计也看过啊。就是阿莱克斯，他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流派，但是这个流派呢，揭示了一个建筑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说建筑呢不是墙，不是柱子啊，是建筑围出来这个空间里头的。围出来的这个空间和里头的人，这才是建筑的本质。好，那这个跟你说的这个 CI 其实非常接近，就是大家为什么不愿意从家里头出来呢？啊，原因很简单，公共空间或者说公共建筑空间远不如家里头舒服。即便是大多数人的家，这个四四方方，跟那个叫啥来着，就是所谓的水泥森林啊，或者说水泥格子间类似。即便是他们在，就是其实我看到很多公众号啊，说了很多，就包括中国现在也是，他用什么竹子呀，用纸啊，用什么各种各样的竹木结构啊做出来的这种就高端的这个度假村的空间，非常非常宜人。但是普通人呢，只能是看看，去不了，他也体验不了。就是这种空间想象力是没办法想象，你只能人在里头才能想象到。啊，不好，比如说这个好多那个玩的光玩的狠的那个日本的那些建筑师，对吧？他原先的景观什么都不动，外头给个壳，那个大佛就露个半脑袋。但是你以往佛可以直接看到它的情况，它变成了曲折的，通过水啊，通过渠道啊再下去，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但它利用的这些技术啊、空间呢，跟古希腊的那个万神殿什么的一模一样啊。就说穿了，人们很早就发现了我们是从树上下来的。但是我估计我们那个祖先在树上，就雨林当中看到的那些光影效果，都在我们 DNA 当中刻着的。所以谁能够复现出来，对它是直接一个深层次的叫心灵渗入，或者说这个叫感召，那是对，这是哥特派吧，哥特的那个叫什么建筑是抓住的这个重点，对，抓住是重点。但是这个教堂。你说是这些教堂，它因为是石头做的啊，所以大家呢知道是怎么回事。可中国古建筑都是这样的，中国古建筑，比如说你去敦煌就会发现，敦煌里的所有的佛龛，包括它那个挖个洞进去，给你的感觉跟那个是一模一样的，甚至成本还比你小。这个不说，但是好玩的是啥呢？你看啊，建筑 CI 对吧？在地的就全球吧，搞劳考啊，这些东西跟我的经历啊什么都有关联性。但是所有这些关联性之上，居然是科幻，这是怎么回事？就说穿了，我这边因为的原因是啥呢？就是我当年是文科的啊，平均成绩好，所以老师呢把我调到理科去，你去考理科啊，因为我是甘肃省的考生啊，那么教学质量一般，那么你想跟其他省的怎么竞争呢？你只能是补你的短板。长的就是文科这方面你可以自己学了呗，对吧？你背得很清楚，那去叫什么来着？把理科短时间之内给拉上来，你才能去考好的学校啊。当时呢，我是觉得计算机呢一定是要做动画片的啊，做那种类似于像那个叫太空堡垒之类的这类动画片的，冲着这个目的去的。
结果进去才发现不是这回事情啊。那会儿 陌 CG 生语言。对，那大坑还不如回来写代码呢。完了写了这么多年代码，又进一步发现不对，这个代码你这个甲方不给钱，你技术再高一点用没有啊。后来才这迫不得已重新变成自媒体，所以弄了半天回头再看，反而我其实真真正正在自觉持续不断去积累的，反而是文科方面的东西。像你人文啊、历史啊，对吧？特别是科幻啊，甚至于有一段时间我疯狂的补这个叫言情小说，因为大学里头你跟女孩想聊天人家说的全是言情小说，但我这聊不进去啊，怎么办呢？OK，全看一遍吧。这什么四大花旦、四小花旦，看了100多本书，好，那这桥段我都明白了。那么你们怎么聊我都插得进去，都接得着梗儿，哎，这就是工科去。不是工科生，但是理科的底子去理解社会的这么一个进程。那科幻的话更不要说，甚至我在识字之前就开始看科幻。之前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入的坑啊，我入的坑是那个叫《小灵通漫游未来世界》啊，叶永烈的一本啊，你可以说是伪科幻也好，怎么地啊？那的确是因为那一个集子是67年的还是70年的一个版本，它插图比较多，连蒙带猜基本上能够搞清楚啊，能够猜出来它是怎么回事如果猜不出来，那 OK，现场拿梗，我自己把它糊弄过去，就是能把这个故事圆过去，这是最早的看书的方式，就是一边看一边自己创造这个故事，以便串下去，因为字不认识。明白了。后来呢，上了小学之后，才开始从凡尔纳开始入坑，然后一步一步，所找到的都看啊，包括现在单单是 text 的，就是纯文本的这个那个叫科幻小说的这个叫文件嘛，在我机子上就有大概10G 左右啊，就纯文本。我有不对，不是10G，我没有10G，是2G 纯文本。纯文本2G，Oh my 对 god！啊，纯文本就有2G 啊，这个有些的是特别，但是很多地方还收集不到，因为基本上我们中国有翻译过来，就是说穿了是那个 SFW，就是科幻世界，努力了有小30年，他翻译的基本上都大国的啊，就是英美苏俄啊，其他小地方什么巴西的呀、日本的，他什么都看。不是找去不到，年好行。我找不到中译本，你知道，我凡是找到中译本，基本上都对，也看过一都是这些啊。几年才出版的新的那些小众国家的科啊，幻，对，比如那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叫啥来着？啊，外国语学院这个人才终于溢出了啊，就是除了除了这个叫外交部啊，他们还再找不着工作了，现在没办法了，开始干这些事情了。好，所以这个理由。所以那么今天你这个之前最想聊的，本来是想聊这个科幻和童年，后来你又换了一个想随便聊的这么一个话题是啥呢？我想想啊，终于咱们点题了哈，给拉回来了。对，这个我是随时随地可以拉回来的啊。因为我通常跟别人讲话的时候语速过快，就是几年前，现在已经慢慢慢下来了。我发现刚刚咱俩刚开始那个，不知道是为了那个就是介绍或者是怎么着，语速非常非常快。我说照这节奏嘛，可以慢下来也更好。嗯，回到科幻呢，就是因为我看了你早期的几期，也没有看特别多，看了那个特德·江的，然后还看了几个吧。我觉得科幻挺好呀。对，咱们说一下人生重合，因为你快速的而且我那年不是从法国，我那年疫情那年是在非洲，就我被隔离在了非洲。非洲哪个国家呀？尼日利亚。我那年是哦，在非洲被隔离了那么久，所以那年，直到那年才是科幻意识的一些觉醒。因为我大概从20到30多岁，有10几年就没太看过科幻。我可能不像你一样，我只有在少年时候看了很多，而且估计也没有你看的那么的全。但是没关系，你是2季哈，我是那个科幻世界大概落了好厚几个啊抽屉吧，可能半米高之类。啊，而且包括那些凡尔纳凡尔纳，对，凡尔纳，还有这个阿西莫夫那个阿西莫夫都是最早真的是从科幻世界上看的。凡尔纳不是，阿啊西莫夫的那些短片都是从科幻世界上看的，后来才自己去找集子。所以科幻世界对我意义很大，包括华语科幻作家，包啊括荷西。
王靖康，包括赵海红那几位特别小众的，后来干脆就作品不太多的那几位，都是对我觉得灵魂印象很深。然后刚你快速闪电般总结一下咱们这个前半生人生轨迹的话，重合圈肯定不仅仅是这个科幻，肯定不仅仅是科幻这一个关键词儿，但是呢，就经常你跟朋友去交流，你总有一些信息筛选或者是一些过滤，然后科幻这层滤网就特别真挚，对我而言，因为只要是我朋友，好，那跟我一样，我之前面试这个招聘的时候，有一个面试题就是，我就问，倪匡的卫斯理系列小说，它是不是科幻？啊，凡是说是科幻的，我不要它。你明白吧？这也是一个梗儿。对，我中学的时候，对我的同桌，他们都在旁边看那个倪匡，我也是看不下去，卫斯理啊，因为还是没有真的科幻好看。包括你刚刚说这个文科嘛，就是科幻是文科，这个也都这些也都是梗，因为我是建筑系，可能在你这个建筑的永恒之道，在你们看来我们是文科，因为。我们是理工大学嘛，然后我们学的数学又是数一，但其实我们是工科。哦，好吧，你是工科，那我也对，那我算我是理工科偏一些理，因为我叫计算机科学及应用，你明白吧？是科学和应用。后来理工科标准的那个学院嘛。啊，计算机科学与应用学院。对啊，对，是啊，建筑因为它承载的很多东西，它都是建筑的确土木系啊，理工科同行 ，OK。但是因为我们是被嘲笑，就是理工科里面最像文科的那一类，但是我们也无妨，因为确实比较综合，确实它和音乐的关系啊，和历史的关系，包括和整个人类学的关系都很强。然后我觉得科幻也同样，因为它承载了这些之前咱们简单的关键词儿共识过的，包括科学、技术、艺术。我画过一个特别复杂的一个思维导图，包括神学、宗教，包括各种想象力、文学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滤网，就是凡是我的朋友里面，我们特别爱科幻的，可能没有像你那么骨灰级发烧友，但是也是日常营养的这种。我觉得是个很好的筛选，基本上这类朋友呢就可以，尤其是在2020年之后，可以交流非常快的、很深的一些合作和共识。因为真的，比如黑天鹅呀，比如这个塔格布的这些叫做，就是黑天鹅事件之后，你没有其他的一些论据，这个社会所谓的专家，单一专家不再给你任何的指点，所有的知识系统、单一知识系统都失效的时候，你不可能都去说。对你不可能依赖一个现成的系统，但是科幻的弹性框架10000种未来的方式，我觉得成了新的一种信仰和宗教。哦，你是这么理解科幻的，好吧？我正好是相反。其实我刚好也在看相关的这个，再补一些课吧。就光是科幻史啊，中外都有，包括阿西莫夫也写过。还有呢，就我比较喜欢一个叫卡特啊，就是那个安德的游戏，他那个作家。我很喜欢安德的游戏。对，他一个大系列，他呢本身是在大学里头呢，跟我们叫吴岩教授一样，也是教科幻写作的。他也出过一本书，就是如何写科幻及奇幻小说。他里头对于科幻的定义反而没有你这么崇高。他认为基本上综合一下他们的意见，就是科幻呢是属于一种啥呢？在出版界我无法界定的情况之下，都丢到科幻和奇幻了。或者说，当年科幻本来就是从普通的叫啥历险小说或者传奇小说里头呢演化出来的。演化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这帮作家要吃饭，就这么简单，要吃饭啊。而我们现在电影啊、电视台就其他的娱乐还没有充分发达之前，其实人民群众就是说穿那会儿。就是19世纪到20世纪初，就是一战之前了，一战之前的时候了，那是科幻突然爆发时候，就那个时候就叫啥来着？雪莱外滩那个，对，那会儿才定下来这个规格。为啥呢？因为那个时候识字率上来了，不是说全社会99%都是文盲了，大家都认字儿。但是呢，因为特别是海外，他之前也说过，拼音语言它最大的毛病是啥呢？分专业。你建筑系的。对吧？无论是法语、英语、德语，你建筑系的人说的一些东西，和我这个叫食品行业、农业行业说的一些是相互之间不理解的。
你哐当念了一段词儿，人家啥意思？你得解释一下，不像中文，对吧？中文反正就是这三五千这个常用汉字组合的，你只要说出来，我至少是能听大概明白你是干什么的。对吧？那所以呢，这样导致啥呢？普通民众的没办法去参与各种各样这所谓高大上的讨论或者怎么地的。就像我说，海外地名海星这种人很少，他们只会关注周围5公里、10公里范围的事情，不像我们中国关心整个太阳系的事情，这另说。然后呢，那么各大什么言情啊，什么三卷本啊，什么这个历史小说，这都有大师了。他那个出版社呢也很叫啥来着？精明哎，就是说你不出名，我根本不签你。而那个时候杂志啊、报纸啊，就是也是刚刚兴起，所以那么怎么样能够就跟好像现在那会儿流行的叫什么来着？叫什么来着？这个畸变秀，或者说就是好多长得畸形的那个残疾人，他给收集起来去展览，大家喜欢看。就那个是猎奇文化，对，猎奇文化。那么猎奇，你看刚一开始科幻小说基本上都是猎奇，跟那个恐怖小说非常接近的。再到后来开始呢，人民群众，大家呢开始接触到异国他乡的这个产品了，对他国的想象开始充分起来的时候 ，OK， 他要蹦出来，开始这个叫星际的想象。再往后呢，电脑开始走入大众的视野之后，它就蹦出来这个 cyberspace， 也就是说，科幻及奇幻小说，它就是以前科幻跟奇幻两叉的，结果后来好像是97年之后又合并了。大家认为这个精神是共通的，虽然之前是相互之间鄙视，但是后来也不分家了。这个幸运奖也是奇幻、科幻都给，因为实在是太香了啊！对，幻想。那么他们幻想的是什么？大多数情况呢，就是一个是为了销量，后期才慢慢发现，哎，这个每个人我可以想象的这个逻辑啊，就是奇幻和科幻最大的一个区别是啥呢？科幻它里头说的所有的技术是可能实现的，奇幻呢是绝对不可能的。就大家知道魔法这东西是不存在的，当然你后面如果你把这个魔法东西用这个叫科学的方式去解析了。你说这是梦境当中啊，或者什么东西，这个 OK，你就把自己的作品从奇幻给拉回科幻了。就有的科幻小说是专门去啥呢？就是像阿瑟 C. 克拉克说的，所有技术发展到极限，基本上跟魔法类似，普通人是不可能理解的。所以他把这个情况就直接套在奇幻小说里头，然后后来突然跳一圈出来原来是这样以前我们生活的那个世界，以为各种各样的神存在的，实际上只是这一个宇航移民船上的这个 AI 在控制的东西。你说念的咒语，实际上是古英语然后呢，或者说就是计算机的下的指令，然后让它下雨，让它闪电什么的这种，这就属于科幻，就给你一个完整的一个解析。但是它像你说的，科幻最好玩的地方是啥呢？之前我们就是你说的那个叫未来什么崩溃之类的东西，各种各样的情况，这个是属于软科幻。就是硬科幻呢，是假定我所有的社会变化是技术引发的，那么技术无论是好是坏，一个关键技术会引发什么样的东西，它往前归谬归到一个很奇幻的奇特的一个东西回来。软科幻不是，软科幻呢，它是关注我社会变化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这个技术会触发，或者说什么样的技术，就是他关注的是我技术背景之下社会的变动。另外一个是啥呢？是关注技术驱动的社会变化，反而是一个不叫小概率事件，就是一个叫怎么说来着？但是这两种你也很难分。比如说我有一个对我来说反复在看的一个叫 Contact， 就是那个卡尔萨根萨根你知道他本身是个天文学家。又是个历史学家，他是天文及历史这两个完全不相干的，他给混在一起了。然后呢，是他主持了美国一系列这个真正的这个宇航事业的开启。他写的那个 Contact 后来叫拍成电影叫接触，那里头就是 OK， 我外星人没办法接触你，我给你发了一条信息，他把这信息解出来之后呢，可以造一个叫穿梭机这个穿梭机是怎么穿梭出去另说他反正弄了一个，但这个穿梭机的存在揭示了人类不是唯一的智慧生物，然后是直接导致了整个全世界各种各样这个叫文化呀宗教的一个大崩溃，以后再重组，就有点像啥呢？有人突然证明了上帝是存在的，
那这可能会对其他的宗教会直接产生这个重大的这个叫冲击，对吧？就我们先知都没证明你这家伙上帝出现了，那我们怎么办啊？那佛祖怎么办？等等等等，这个他是这种，但是他的本身他对于这个技术的阐述又非常非常详尽到你觉得这几乎是有可能的，就是他那个信号是怎么样通过三维堆叠起来的，那个甚至于后来用在我们的这个叫加密技术里头都有啊。那这种情况之下，就是软科幻，因为它所要写的东西是大家都可以想象的，不像硬科幻。硬科幻有的时候，我后来查了一下，比如说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叫什么来着？叫平面国。平面国我以为是至少是90几年写的吧，结果一查是1878年写的。我的这是吗？对19世纪的东西，对19世纪，就是其实你现在去查一下，现在我们用的所有的数学工具都是200-300年前就完成了的，就是近200年数学物理变化其实不大，全在那会儿，所以那个时候写出平面国来也 OK， 也 OK， 就我能想象出那个智力啊什么地的这个人是能到的，所以它销量不太好，到现在为止销量都不太好，甚至于专门出了动画片，大家都不能，很多人没法理解，就是但是问题是啥呢？我相信啊，那个又说回《三体》了，《三体》里头的二向箔就直接是用了它这个平面国里头这个概念。所以一直看不起大刘的原因是啥？他文笔不好，这个故事情节又烂赞，什么创意怎么地呢？都是完全直线性的去硬推，但不影响人家得奖，对吧？因为好人就得了这么一个奖啊。所以像你说的，这科幻呢是对我们未来，你不说宗教是什么，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知识库，就是你碰到任何意外的，在科幻世界里头，你都可能找到一个人家早八辈儿给你进行了反复推演的一个可能的一个进程。但是这个科幻我却发觉，就是为什么我认同你的观点啊？就是他们为了恰饭，为了有好的销量，那科幻小说之前还在争科幻小说里到底科幻重要还是小说重要，现在我发现一定是小说重要，因为它无论如何它是用来销售的一个商业产品，而且是一个叫文学类的产品，因为它写的是字儿嘛，它不是游戏，不是音乐，不是动画片，对不对？但是好玩是这里说一下，好像没有科幻音乐这么一个分类，你发现了没有？就是科幻任何一个场景，你无论多么奇幻，你用古典音乐反而都很切合。那这个风潮是从哪儿开启的呢？是2001这个太空奥德赛这开始的。但是问题是，大家后来发现，这个为啥啊？像你说的，是不是这个原因？就是古典音乐，它在当初所谓的古典音乐，大多数呢是为了一个数学的一个不叫数学啊，对，数学上的一个完备性。12切分律发明了之后，大家是围绕着发现的持续不断发现的它那个叫律动的那个规律去写的，不是现在。现在的话，大家旋律已经创造不出来了，开始玩其他的东西。什么音色呀，对吧？什么节奏啊，然后什么这个 rap 的这个词儿啊，反而音乐本身呢，在当代现代流行音乐当中，它的这个叫元素越来越小了，不像古典音乐，古典音乐基本上是把这个音乐里头旋律能探索的都探索尽了，有点这个意思。然后呢，配上现代的一些音色，就很容易切合到各种各样场景当中，更不要说科幻，因为大多数情况下，我想描述的一种。叫啥来？我觉得你之前说的科幻过滤出来的人可以深度沟通的原因是什么呢？他比普通人多了一个视角，叫什么视角呢？叫人类视角，就不是上帝视角。上帝视角反而太唯心了。人类视角的话，其实这个人类视角有点像啥呢？那个就是宇航员他飞到太空之后看到了地球的一个全景。它会产生一个叫一个效应，这个效应会改变它的整个的思维结构，所以大多数情况下不敢给这个普通人看整个这个情况。它的原因就是啥呢？突然之间把自己作为一个个体的这个东西冲垮了，就是我如此渺小啊，这个宇宙如此宏大啊，生命如此脆弱，我没办法再去为那么1毛2毛的事情去担心了。开始为人类的这个东西去考虑，但是你人类这个事情，你放在一个具体的一个在地的一个情况之下，中间会有很多层级的这个不叫知识，应该说是常识，很多人是没有的，他没办法贯通起来，所以导致跟他们聊不下去。
是不是这样啊？是不是这样？是的，就是这个维度的问题，包括你这个多重宇宙，包括这个幻里面，我也很喜欢阿瑟克拉克的这个太空漫游系列，包括他到最后的对这个高层智慧的挑战，居然是啊用一个 U 盘啊啊！去破坏整个这个智慧系统，还是用信息干扰。嗯，我想引用一句话，就是我好像好多年前去参加过一个科幻大会的时候，大刘在那儿讲话，他说了一个论据，我觉得很像我们今天聊的这个。他是说，在几百年前，在飞机和汽车刚刚产生的时候呢，其实去研发飞机的这个成本和研发地面交通的成本，火车不是汽车，火车研发火车和这个飞机的成本不会差太多。他说，如果当时人类呢选择了都去研究飞行器，那我们投嗯，入到天空这个设施，维度，对，投入到天空的这个设施，包括这个交通设施等等，那我们人类就是另外一种物种。然后他是说，科幻就像咱们刚刚说的，它不是说是平面的或者是单轨的，从现在到唯一可能性的未来，它最棒的是提供了一百种甚至100万种未来的可能性。所以这个就无是论它这个可能性是什么动机啊，但总之他用文学，他关键是啥？用文学的方式把这种未来呢，让普通人都可以深深理解的方式给你呈现出来了。这个比你拍什么动画片、拍这个叫啥电影还要详细，对吧？对的。我想到一个因为咱们昨天定的那个提纲，一会儿再说啊那个提纲吧，是不是时间都来不及说这个？啊，没啥没啥，时我想到一个间我们1个小时左右就 OK 了啊，也不用占用太多时间，因为以后可以随时约啊。我想到一个，就是最近几年很流行的一个书，叫《Life 3.0》生命3.0，不知道你翻过没有？它那个是宇宙天体物理学家泰格马克写的，然后它的前4个篇章基本上全都是这个宇宙物理学家的视角。去观察这个宇宙，去观察各种这个波等等，然后去记录膨胀等等，直到它的最后一篇章，就是生命的未来，就你说这个人类视角，以及很多这个研究复杂，我觉得和科幻比较相同的一帮人叫复杂系统科学家，就之前咱们说过的，就啊是那个叫圣塔菲嘛，墨西哥那个沙漠里的学校，圣塔菲学校，他们就叫复杂系统研究院。就这里面有经济学家，有物理学家，大部分最多的居然真的都是经济学家和物理学家，因为这2块会更复杂。就说他这个物理学家视角，他到最后的一个篇章，他那个生命3.0最后一个篇章，基本上是总结了100篇科幻小说，就是关于人类的未来。结果他是科学家，结果跑了用别人的东西啊，好吧？真的，啊他总结了这些模式，我觉得非常搞笑。但是也非常的非常的有趣，我还没见过这样去梳理人类的未来的。啊哎，这个模式走不通，这个模式走不通，这就跟写程序啊，你懂？If not here, if not here，然后写了，就是说人类去探及终极命运，就是不管大概就是人类和进化之后的生命3.0的那个 AI 之类的关系，人类和 AI 的关系，不管怎么样你都是说不通的，即使他给你一个那个乌托邦的那个工乐园，你还是不满足。他给你就那个小说的，那不是小说，那是一本就是技术读物吧，讲啊他20年，他有一个叫未来生命研究所，他们20-30年的研究成果，这人很。啊但是我觉得这种视角其实是一般的，可能是单一领域的研究专家他没办法的，因为他本来是搞经济的，后来又是搞天体物理，后来又搞啊！幻。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啊类似这种感觉吧，就是这里面的复杂性，还有你刚刚说它这个情感关系或者是场景关系，它通过故事啊，它去开启你。因为我们今天本来是要聊科幻和童年嘛，就包括你刚刚说啊的那个平面国，还有我记得我小时候几篇对我印象特别深的，就包括平面国，还有一个叫《献给阿基尔农的花》，不知道你听过没？啊！这看过啊对，还有一个是，嗯，还有一个是，对，还有一个是阿西莫夫的某一篇。总之，他就是说外星有一种生命，他们没有我，他们只有啊我们，就是他们的 啊 language 词汇，就类似特德·江说，那个文法结构学啊那种啊啊语法结构学，就是说他们的他们的智慧里面就是没有我，只有我们。然后啊后来呢，人类和他们之间的一些矛盾和这个相互之间的攻击，那个啊！我应该是11、12岁看的，我觉得就是给我个人的生命理解力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不是思考。什么叫生命理解力？你看你后面还加个“力”字儿，这个一口气儿转了3个弯儿就啊我说词儿，因为很快，大概意思就是说，哲学家嘛，
就是哲学家会去反思这个生命的意义呀、虚和实的关系啊，但是物理学家他也会去定义什么是 reality，什么是存在，什么是实在。结果他们是异曲同工的，甚至物理学家可能定义的更精准。但是科幻呢，就会把这块它定义的不仅仅是精准，它是精准之后呢，还会给你一个欲和给你一种体验。所以我觉得就是对，就是情对。感呀、体验呀、生命认知啊，甚至记忆啊，它都会融合到你的思维逻辑和思维系统，以及它融合到你的价值观里。明白啊，但是这种东西想获得，通过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啊，这个复达研究局的人，你必须要跨学科，这个成本太大。最最廉价的获得方式就是多看看科幻小说，是吧？是吧？啊，那科幻小说，但是好玩的是啥呢？科幻小说如此好玩啊，它为什么很多人读不下去呢？啊，这个我也想，这个我也想对吧？到。啊，读不下去的，我估计读不下去的原因啊，还是跟之前说那个武侠小说是流毒，不能看武侠小说是一样的。就是说穿了是这样，科幻小说它是几年开始在中国认为是一个合法，就是对小孩有益的东西。你还记得这事儿吗？记得这个梗吗？我可能不记得了。不记得。它是好像是09年还是12年，就是高考开天辟地，高考的作文题目是科幻小说，我想要求写一篇科幻小说。那一假如年，记忆可以移植。哎，对，那一年那个叫我们的那个四川窝在成都的那个小出版社科幻世界的那个叫来，啥订阅量就爆了，就爆了。真的真的。他之前整整将近40年默默无闻死撑下去，就那年高考之后哗嚓一下就上来了，就上来了。对，就是然那年高考。对，所以所以你搞清楚，科幻在国外呢，它的发展到后来星云奖等等这一系列呢，是因为它的读者，大家喜欢看这个啊，就是甚至于好几代人喜欢看这个。为啥呢？因为大家觉得其他那歌剧啊怎么地呢，跟我关系不大。那么因为就是特别是美国吧，因为它黄金时代几大巨头都在美国，美国那有道理。个时候。一战、二战，它那个叫吃了红利，所以国内的话，就是以前在科幻小说才会出现的东西，什么地铁呀、高架呀，什么这行哗啦哗啦上，就你身边变化太快了，就你上帝都解释不清楚的情况之下，对。大家开始求助于各种各样的这个叫思考，结果发现科幻什么都有，然后就跟科幻配套的是什么呢？是他们的那个叫漫画，你会发现美国的漫画全都是英雄式的，里头全都是科幻元素。对。不像欧洲的漫画，全都是就是各国有各国，比如说英国是专门自黑的，对吧？然后那个其他国家像我们中国的幽默大师，什么幽默呢？又是这个民国下来的那种水墨的，只有美国是完完全就冲着这个科幻去的。比如说那个守望者，我还专门买了守望者那个1:1的那个漫画，里头那个浑身蓝的那个博士，里头说的这些生命体跟你说的那些生命体非常类似。哦，对，还有你刚才说的那只有我们和没有我的。它反而这种呢，在那个叫《星际旅行》当中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展示，就是博格族，还对。还记得吧？啊，就是对它可以吸收各种各样的这个智慧生命体，直接获得一个统一的这个意志啊。当然，它这个也有问题，也有问题。但是它这样的好处和问题，都是只有在科幻里头才可以给它进行这个叫啥来着？这个讨论。可实际上，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北韩跟博格的这个国家没什么差别，对吧？大家洗脑了几代人了啊，所以这个叫现实与想象力的空间的这种交互，高效和高频的交互是其他的文体或者题材当中很难见到的。所以导致你这个复达，我才知道看看啊，复达研究所不得不拿科幻小说来说事儿，原因就是科幻小说里头这个人是真的把这事情不叫想清楚了，职业性的对它进行思考，对探索，这个有点像那个，这是那个叫比萨斜塔里头这个思维实验一样，他在思维当中把这件事情的所有的角落给你推演清楚了。啊，这个是一个很了不得的事情。同时，他推演完了之后，又形成了一个可以娱乐大众的一个文本，这等于说是双重教育。这个是我其他文体里头是没有的。其他文体大多数情况，我要么是啥呢？就是像教程，我就是把
不叫死知识啊，就是正确知识传达给你，要么就纯粹是娱乐啊，某一种方向的娱乐。那把这两个结合在一起的，好像只有科幻，他也没有，我估计他不想干这事情的，他不想干这事情，但是他的内容、他的题材、他的讨论形式，就是科幻跟奇幻不一样，奇幻大多数呢还是冲着娱乐去的，就无论它多么宏大，讨论都是人性。科幻不是，科幻是讨论的人性和我理性之间的冲突，它到底是冲突到哪儿？你比如说未来生命体的这个就像你刚才说的，未来我们到底人类能怎么发展？发展到哪一种阶段是 OK 的？这个我不知道他列的那100多篇小说是什么样的啊。这个我在国内甚至于还看到一个叫飞腾实验室还是什么，他本来想写类似的这个小说，结果没写出来，公开了一个概要，就大纲。大纲说是啥呢？就叫种子计划还是人类种子？就像马斯克一样，这地球混不下去了，怎么办呢？我们人类想延续，有一种办法呢，就是学蒲公英。我把人类的K 计划和那个叫什么那个词儿，两个词儿，两种计划。它不是两种计划，你生命给出去什么样我不知道，我只确保我人类的这个基因呢可以自动去寻找可以放，就是说啥呢 ？OK， 我呢造一种最小的宇航飞船，这个宇航飞船可能就只有一个 mini 汽车那么大一点，发射出去了，然后呢，反正这个轨迹计算好，它呢不会撞着这个恒星，然后呢会持续不断的旅行下去。到一个合适的这个就类似于地球地方呢，它会落下去，然后解开什么意思啊？上面只有机器人，里头呢只有受精卵，就是人的受精卵然后呢这个叫开始就是头几代人呢全都是这个 AI 保姆生出来的，然后他们自己去，有点像最近的一个美剧，但是没有他那个比他的丰富多了。然后他给出来了至少10几个例子，就是这种生命种子仓，它在不同的环境当中会衍生出不同的文明来。虽然刚一开始可能前100-200代还是人类，后来就越来越不像人类了，甚至于直接出现了机械文明啊，半机械文明，或者说甚至于直接是纯的这个精神文明。就说穿了，他这一个叫创意呢，是把你之前说的100多种科幻小说里头人类不知道人类就是对，是人类生命未来会有什么变化，它可以全部含在这一个框架里头。就是反正发射出去到哪我也不知道。它每一个它都会一个史诗级的一个挣扎一个变化，而且里头90%全是失败的，20%还成功出来还不一定是吻合我们的想象啊。那像这种我在国外的这个你没见到过，所以是啥呢？但是看了这么多之后，你现在觉得，这是指导意义在哪？指导意义对于你现在的这个叫所谓不叫 action 啊？对。对，我也是觉得这个未来的想象和当下的决策之间，这个有一个巨大的这个拉力在，而这个拉力怎么去应用呢？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快速回应一下你刚刚说的时候，我想到那个也是克拉克有一本书叫《遥远的地球之歌》，它讲的就是你说这个逻辑，它里面有 K 计划和2计划，包括你说这个种子计划，我也听过，应该是某个。好，那看来是大家想的差不多啊，对，都想到这招了。地球之歌也是类似，就是它因为要去很远很远，然后它有的就退化了，然后它讲的就是在一个星球上，但它都是水域嘛。所以人类就退化成就是那个鳃很强，或者是类似上臂很强的那种人类，而且它智力也退化了，因为没有大型的城市基础设施。但是呢，人类就是人类的那个原生种族来这里飞船加油或者加水的，可以理解成这样的时候，跟他们有一种相遇，然后那种相遇的冲突和张力也很棒。我觉得这科幻小说它提供给你的还不仅仅是一个思维上的或者是策略，就是说该怎么办的一个策略，它提供给你这个可收可放的这种视角，就是可多元，可以 N 种，也可以一个放大镜的那种细节的那种场景感。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棒的一种工具，就是一种就你说这个把思维工具实验变成思维工具，就有了这种思维工具之后呢，我们回来再看现实中的问题，它的张力就更大了。你不再是说
我必须是就是这个线性的，或者是这个非线性的，而且你是超越万维宇宙的这个非线性，什么和什么之间它可能都有联系，而且你这件事情可能是10000维的一个具体的意义，或者是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啊，真理。明白了。就以前如果你只是单一工种啊，那么你考虑的事情就是这个问题解决的方向，那全是在地的，所有的全都是界限，全都是限制。现在有了科幻之后，或者说像你刚才说的这个叫什么来着，global 啊，global 了之后，你会发觉，这些困难其实这些都可以融合。都不存在，都不存在。关键是你想做什么，这个越来越唯心主义了，因为你会发觉这个唯物的事情呢，它跳出了你唯物的这个限制之后，反而就说穿了，想象力比你的资源更加重要了。这个是我觉得 AI 对我们各种各样职业的一个最大的冲击的结果是什么呢？以往你的这种知道怎么去做，就是 how to 这件事情越来越不重要了，反而是 why， 你为什么要去做这个事情啊？你的这个意义，你的这个创意，你的这个叫乐趣、志趣，这是 AI 创造不出来的，因为它没有生命这个东西，就是只有生命会追求很无聊的事情，就现在看起来很无聊。说穿了，无聊和有聊这个事情也是在有了经济，就是有了社会经济这个概念之后才有的。大多数情况之下，谁去关心你有聊无聊呢？大家都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啊，就像那个动物一样啊，他们可能只是为了求生存，但是你去看现在的这个猩猩啊，或者是他们一样有玩耍的过程，就玩耍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就像你说的，就是学习和这个科幻的一个关系，包括童年关系，就是当你意识到我是为了我的兴趣去乐趣去学习的时候，那动力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就像别人，我是为了我们村的这个荣誉啊，我们过去100年没有人考上北大，你一定要考上，考不上你们家会怎么地怎么地，这是完全两回事情，对吧？一个是为了本来这种什么荣誉啊、利益啊，也是人类想象出来的。就说穿了，以往我们植入脑袋里头的所有的这些迷母啊，那个你在不知道软科幻之前，你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我就是这么想的，对吧？但是你看了那么多种未来的社会形态之后，才发现不对。这个我现在想的绝大多数呢，并不是我自己要这么想的，而是周遭的这个叫你所身处的这个时代和这个社会灌输给你的，或者说你主动接受了这些迷母，以便扮演一个可以很无缝的融入到当地社会的这么一个角色。但这个角色跟你最初诞生下来的时候，你的本心所谓的正心、真心还是两叉的。就是人类视角，其实有的时候我会发觉，就是无论碰到什么坎儿，像人类视角里头经常说的那个叫挖坑里头说的这个叫灵魂出窍，这个类似，或者说干脆停下，我要剥离出来我是谁？然后呢空，然后就觉得，哎，我假设一个我跳出来，在10公里、100公里、1000公里、10000公里高处我在看你的时候，那么你所身处的这个问题，它的解决方案、它的应对方法，该不该放弃，那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 OK，假设我从我这躯壳里头出来，隔了1米看着这个人，他在纠缠什么，在纠结什么，什么是困难，和隔了10公里的高空、100公里高空是完全不一样的。哎，所以这种思维的这种出窍的这种感觉是我什么时候有的？反正是初中的时候左右，差不多是看了那个《神秘岛》之后，然后再又同一时期看了《真气运行法》，就是一种气功的教材。然后呢，才发现，哎，这个就后来才知道这叫冥想，之前不知道啊。但是冥想是这个印度过来的嘛，但是中国一直有气功。气功的真气运行法和在那个里头结合起来，就科幻和像你说的所谓生命的这个感知力度或者感知方式方法，科幻可以给出来很多种模式，但你并不一定是每种模式都适合你的。但是好玩的是啥呢？这种我觉得跟你未来不叫未来，马上要开始搞的这个活动也是一样。这种体验的是可以通过游戏的方式去让大家开始尝试的，不一定非得一定要看这个科幻小说。很多时候，科幻小说给我们最大的这个益处是啥呢？就是我们知道这是可能的，就是知不知道可能性和你就是完全只有当前的 A、B、C 3个条件相比，这个叫你的不叫主观能动性就你自信心是完全不一样的。哎，这我觉得是它可能给你普通人最大的一个
不叫救赎啊，就是一个最大的希望。因为很多时候他就是经常听到这个消息啊，都是壮年，20几岁、30几岁、40几岁，都是这应该说是壮年的男性，就经常是约在一块儿，完了就烧炭就自杀掉了。原因是什么呢？欠了一些钱。但是你再去挖掘，他们欠的钱不多，几千块钱，那和那些欠了几个亿、几十亿、上百亿的人，这个精神状态是完全不一样。这个事情就这后来之所以能够就不说不能理解，说穿了，科幻小说里头写的这个悲惨事情比这要悲惨的多得多，那是整个一个种族的悲惨经历啊。但是你能理解整个种族的悲惨经历之后，具体到一个个人而微经历，你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会绝望啊。那为什么能绝望的这事情，你能够理解了之后，你才可能针对性的给出相应的，就是可能跳出他们这个理解范畴之外的这种社会解决方案啊。这个是觉得另外一重给就看这不对呀、今天我们不是为科幻小说进行广告啊，是要讨论我们自己想讨论的事情，是吧？科幻与童年，你说是想这个叫啥来着？下次再说。这次是想说的是说组织模式是吧？这个是怎么引发到这儿的呢？来的呢？没关系啊，我觉得都混在一起也可以，就是啊，下在理主题，我们也可以按提纲说。昨天是因为这样，就是科幻与童年、科幻与教育，我觉得你刚总结这块儿也挺好，以后咱们再去挖掘，包括它的意义。昨天是因为我看了你那个新的视频，就是地深，地命海星是吧？地命海星地命海星啊，你在国外不怎么用啊，那会儿听到了之后简直没有太精确了。就拿这个事儿来说，就是他给咱们这个叫透镜嘛，就是像相机一样那个镜子，可调节。zoom in zoom out。对，你就说这个地命海星这件事儿，就是说，你最后给的一些建议啊，包括个人的视角啊，个人参与网络事件和宏观事件的一些态度。那当下肯定还是你的这些比较中肯，我说你政治正确的这些建议，比较健康的这些建议。那如果放在未来，它可能又有完全不一样的答案，因为我列了提纲，我也记不大清。大概第一个就是你说这个未来单元，为个体这个小的单元，它一定要归到一个组织，就是家庭。然后就是这些年很流行的一种危机感，叫做共同体危机，就是单位已经没有任何凝聚力了，然后各种社群也都分裂异化，然后家庭呢也没有这个代际之间的联系也都不强了，都是指责和抱怨，然后跟自己的村庄、跟自己的宗族这些也都割裂。就未来这个共同体的危机之后，人类的这个最小单元，是不是到底是原子化的个体，还是有另外一种咱们很期待这种未来社群呀，或者咱们这种单元的模式？一个是这个模式究竟是怎么样，另外一个就是未来国家它肯定要进化的。就是你刚刚说咱们放到这个太阳系视角或者是银河系视角之后，这肯定是地球地球命运共同体啊，或者是地球酋长、地球共和国之类的。所以这两种模式，我们都是弹性的。所以未来的话，我们究竟是要朝哪个方向去弄？是加固现在和自己家庭和亲人的关系，去忍受一些情绪消耗，像佛教这样一样去这个叫修己达人，还是我们也去主动的去探寻一下未来家庭的定义？因为以后都不婚也不育，就是不生孩子了之后，是不是咱们社群就是家庭？是不是咱们这些细胞集合在一起的这些脑力就是一个家庭等等？所以这个未来家庭等等。第一个问题大概是这样。这个其实我们可以学这个叫复杂研究院的那个说法，可以去看看科幻小说里头对这个事都有什么设想。其实你说的这个呢，回想一想，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说穿了，还是我们这个社会生产力极大丰富了之后，我可以不靠村庄，不靠家族不靠这个叫家庭，我可以独立自主、自由生活。人类是到了这个阶段了。说穿了，这个看这个叫《当下的启蒙》这本书，就很明显，他自己作者都很惊讶，就人类无论怎么愚蠢吧，折腾了这么多年，居然在最近100年之内消弭了，这个叫饥荒，就是绝大多数人他可以吃饱了，而且是不用那么悲惨的，就是一天工作15个小时去存活。就是为什么现在社会纷争越来越多了？很简单，大家闲了，
大家想了，你要是在这个工业革命刚一开始，对吧？羊吃人的那个时代，无论就算是在发达国家，那个时候最发达国家是英国，对吧？那个英国那个时候是开始童工，6岁开始就进工厂，每天工作17个小时以上，回来你只能睡个觉，其他什么事情管不了啊。是这种状态下，你不可能有什么民主啊什么东西，就是大家为了活着把所有的这个这个叫心力全部消耗光了。所以未来的话，最小单位可能还真的不是现代的这种合法家庭。就至少我看过一个科幻小说，它是约定是啥呢？就是没有家庭这个概念了，没有家庭这个概念了。那么但是呢，是有生殖这个行为。生殖这个行为呢，是由中央它里头也叫计划生育局，但计划生育局呢不是限定你生育，而是啥呢 ？OK， 根据每个人的这个健康和我基因情况最佳配对。就比如说你这100多个男的，跟这100多男的生出来都是最佳的，你喜欢哪个随便哪个你生就完事儿，生完了之后国家就去养，不归你养是类似于这种。就是这种就有点像啥呢？就是每个人你都可以去追求自己想追求的东西，家庭、组织、单位、国家都不存在了，人类就变成一个大的一个叫啥来着？大的一种类似于企业吧，可以说是宇航企业啊，就是每个人都就是这个呢，就有点像我之前说的那个共产主义的一个最佳的状态。就是什么叫共产主义？就是社会里头的所有的人，他的第一需求是劳动。第一娱乐是学习，就所有人的精神状态和追求这种情况之下，它就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这不是按照，但是当然想做到这一点，一定是社会生产劳动力的尽可能的最大化。那原因，但是现在做不到这点，原因还是在哪呢？还是地球资源有限，就这么简单。不然的话，大家为什么世界警察的坑蒙拐骗要这么多，对吧？我们动不动卡脖子，说是没有理啊，没有什么这儿那。但假设我们真的是全力去搞，像刘慈欣说的，从现在开始全力去搞这个宇航事业，那我们也不用远了去，都不用去那个火星，就在火星中间的那个小行星带里头就含了无限的这个资源，把这东西占领掉了，那我们可能国家就不存在了，因为国家没必要存在了。你说我国家要限制你什么技术，限制你人口，那现在随便你人口想怎么生怎么生，那都供得起，那国家就没必要存在了。反而是啥呢？大家开始去但是科研呐、文学啊、技术啊，就是所有让我们自己觉得舒服的、有追求的好奇心，就是人的这好奇心是不可能满足掉的，总会挖出一些坑让自己去折腾这个是天性。那其他的呢？所有让你现在觉得未来这个是没电了是吧？未来觉得是这个叫关系啊、共同体啊在崩溃的原因，还是因为没有找到合理的这个叫我觉得是那个利益或者说资源分配的一个方案。所以大家所谓的仇富也好啊，所谓的这也好，归根结底还是对于我所能支配的资源的一种不公的一种折射。那假设这个真的是无限化了，那大家其实注意力就会牵扯到另外一个地方，这是很未来的一个。但是这个未来很明显是科学或者 AI 发展，它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可以指向的一个方向。因为资源是在那儿，我们为什么拿不到？只是因为距离的原因，那么包括是啥呢？现在这个距离的原因现在其实已经解决了，甚至于六几年时候就解决了。但是距离的原因解决之外，还有一个是啥呢？我们人类现在还很难在地外空间下的去自如的去生存。但是科幻小说里头也给出来了很多方案，比如说人造这个重力，对吧？比如说那个叫环形世界等等都有。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没有足够的动力去这么做。就是我们现在是啥呢？构思技术，包括资源，甚至于资源都 OK， 但是成本放在这儿，我这成本只要是支出呢，它一定是要有回报的。比如说，假设我建立一个这个月球之外吧，所以它不是月球之外，月球和地球中间有一个重力为零的一个点那个点叫啥？我忘了。那地方建立出来一个叫环形世界，这个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做到之后，
人为什么要去建立这个世界？迁移上去的人他会产生什么收益？这个问题没解决之前，其实是那就会卡在这个里头，会卡在这儿。那卡在这儿的情况之下，我们怎么样中间状态？那就我估计是要从这个就是目标，就是所有人拥有无限的资源。那么到现在，我们只有地球的有限资源可以调配的情况之下，中间状态该是什么样？怎么样去合理过渡它？合理过渡的过去，我一直感觉它不是政治，不是制度，不是什么，而是说我们理解或者你刚才说的文化方面，我们怎么接受这件事情？对，这个就是你说这个短视和长视嘛，就人类真的是一个非常短视的动物，尤其是这个现代经济学引导之下，他把人就定义成一个短视的、自私的、自利的人，但其实不是的。人类你往后去挖，他还是有这种协作的本能和这个 connect 的一些本能。就是我也说一个例子，他们说就是这个投入到未来的这个基金、科技科创基金、太空基金，美国人也反对，他们就说我们这么多人还要靠救基金，然后你就要花这么多钱。对，那印度人就更反对了，说80%的人都在温饱线以下，然后你印度还投这么多钱在未来，就是这个常识和这个短视的关系。且不说我们都去那个小行星，然后各种金属资源，就说地球上这些资源这么多，太阳能资源就是等等，它也是利用不尽的。还有包括未来这个仿生学之后，食物也是完全可以富足的。一方面就是实现富足是技术能解决的问题，但人类大部分的这个关系还都在近处的这些短视，所以我们这些人的意识觉醒，个体意识觉醒之后，肯定还是要链接在一起。对，这个我认同。虽然之前 NASA 就是回你刚才那个信，好像那个还不是印度人写的，是非洲有个小女孩说，现在我们这个吃不饱，你为什么还要去发射上天？然后 NASA 那个时候的那个主席就回了一封公开信啊，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了，就是我们是为了人类的未来啊，这个你先跟你回答的这个叫精神内核是一致的，还是一个认知的问题。其实认知这个事情怎么说呢？怎么说呢？这是说穿了，这是一个再教育的一个过程了。就是随着我们这个包括 AI 吧，AI 其实出来之后，它是极大的解决了我们叫什么来着？自学吧啊，自我教育和再教育的一个重大的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你知识掌握的，像我之前说的，我们知道中国之前有说过啊，臭老九，你知识掌握的越多越反动。哎，这句话实际上在某一种程度上是正确的，因为你反动的是什么呢？你脱离了人民群众，你说的话或者你思考的东西跟人民群众接不在一起了，你等于说你主动把自己异化掉了。但是这方面呢，是科幻给出来的各种各样的方案，我们反而可以去找一找，就是大家为什么会无法想象未来，因为它就是这好像也是类似于这个这个复杂研究出来的，就是人越穷，那么它导致是啥呢？他的这个理解能力啊、想象能力会下降啊，这还是英国人这个好像研究出来的啊。所以贫穷它是一种病，它并不是一种状态。这个呢，后来也好像慢慢达成共识，包括英国 BBC 的那个叫 Seven Up， 到现在是63 up 了。就他找了200个人，200个儿童，100个男的，100个女的，每个7年访谈一次，就坚持了63年，然后发现阶级是真的固化了。就之前是中产，后来一定是中产。就之前是你普通的农民工人里头这么多人100多例吧，只有一个人完成了阶级跃迁，后来还得了重病或者怎么地啊？那原因是在哪儿呢？就是像你刚才说的，经济这个事情啊，它不是说短视啊，你看你是对谁来说？对于国家，对于这种富豪的这个叫家族产业，就是它已经形成了像你说的，它不叫经济共同体，有点像利益共同体或者什么的，那它就形成一种，其实它已经变成一种不叫怪物，一种全新的生物了。它的目的呢是让我的组织或者说我的类似于组织或者企业永续下去。它为此你的什么你这里头的这个人呐怎么地牺牲无所谓，怎么样利于我的这个组织延续下去，这是最大的利益，其他的不重要了啊。那么普通人是不可能有这种视角和这个经验去传承的。
他只能靠自己，这么可能20-30年顶了天了50-60年的这个努力，当你意识到这些东西，你已经没有任何资源和这个时间空间去做这事情了。这个怎么说？这个就需要更强力的这个就是包含了这些普通个人，就是比如说印度吧，印度它现在人口已经超过中国了，那它怎么样去未来稍微气候真的变化点，它会非常非常惨的，比中国还要惨。虽然它地处这个叫亚热带，它那个自然环境真的不错啊，你就算大家全吃它那个热带雨林里的东西也能活下去，但不是这样，它人口再往上真的是控制不住了。那它怎么办？怎么让旁的不说改变它的这个文化？因为它很多东西是它这种爆炸性的生育，是因为它的这个文化和这个文化认知导致的，对吧？它有好多剩女或者怎么地的，这个现在听起来都非常野蛮的一种事情，他们的还是很正常的事情。那怎么样改变这些事情，是需要更大就是国家这种体量的这种需要给政策，就他想明白之后才能给政策，才能去执行下去的。但是执行下去过程当中，下面人要有足够体量的人，就是说穿了，有点像你去搞社区时候叫所谓的灯塔用户或者说那个叫意见领袖，或者是叫连接者，有足够的这种人，我才能够跟上面的那个政策关联起来，否则你只能那一定会反弹，人家不理解你，就是就是我们虽然通过无论哪种方式把未来看清楚了，到未来去定了这个计划像中国现在5年计划，其实它也是越定越合理了，这也是经过前面十几次吧，13、15对十几次的这个执行，慢慢也有了这个经验那么但是它很明显对老百姓对于他的这个叫举措会越来越难以理解了，因为他会越来越反直觉。以往我们所有的行为都是为了让自己吃饱穿暖，对整个社会经济的这个影响非常非常小，因为我们那会儿根本没有国际贸易全是国内贸易。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中国的任何一个举措，它就有点像你经济学里头说的那种，比如我这个股票，我整个股票所有的股票加起来只有10亿，那这时候你往里头投放100块钱的变化毫无影响。可中国现在你这整个体量是10亿，我咵哧投进去是8亿，那完了，那当然是你投什么亏什么，买什么也亏什么，就人家会针对性的，就是我们的行为会直接产生结果，会触发出结果，这就是它复杂在这个里头。所以对外不说，这个已经有专门的智库和研究这个事情，但是对内我们是需要真正的这个叫内部的文化连接，去解释或者说帮大家去一起遐想未来会怎么发展，以及结合到你个人怎么样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加入一个正确的共同体这我觉得可能是科幻和我们现在这个未来组织关系的一个连接的一个方式方法一个思路。对，我快速回复2个要点，就第一个确实，就是这个规模化和科技向善嘛，就是咱们说的是一个事儿，我只是回复一下，这个科技向善，就所有的人都担心这个技术会带来更大的割裂和带来更大的这个矛盾，但是这个矛盾之后，可能真的还得是科技来作为第一推力去解决所谓的这个技术乌托邦，咱们都是。而这个技术乌托邦怎么去传达给更多的更有影响力的人，这个科幻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途径。对对，一方面是这个，另外一方面就是就是还是咱们刚刚你说过这个思想的启蒙也好，这个富足也好，都是这样去这样的态度，它是非常乐观的。且不说技术乌托邦，它是这样乐观的，就是这些技术都存在，但是是靠什么实现的呢？因为之前是靠慈善组织呢，就比如就洛克菲勒基金会那样的，他们呢就是老了，然后他们就我这些钱我就要用于反馈社会，但是我只投在美国或者投在少部的非洲。但现在这代的人技术向善者，他们不再是慈善家，就不是慈善家。就比如 Elon Musk， 咱们都很爱的，他一下子就是能看到这个人类视角的相互的关联，因为你包括 Google 的这个热气球计划，就是包括让非洲的孩子也能上网呀，或者让这些山区的孩子也能得到一些未来的这种教育等等，它其实就是开启了人类的更多的可能性和想象力，这就是富足社会的一个前提，就是有更多的人这样被激发
或者你说的不被现实和短视所困扰，困扰他的还真的不是今天和明天的午餐，他真的是这些未来的这些视角吧。所以信心吧，说穿了对未来他是怎么想象的啊？这个刚刚你这么说的话，对对啊，看了好多这个纪录片，人家都是去支教的时候就问啊，这个你未来想做什么？我未来想去隔壁村给谁谁放牛，为啥？因为对他来说，这是他可以想象的未来自己最幸福的状态。对。哎，这个那 OK，那跟我们这个整个人类视角是完全不能比的，就是他的想象力就已经给限制住了，被他的它也有意义，个体的视角不管多么卑微，它都有意义。包括你看科幻叙事的时候，它也会用一个很遥远的视角，就对。很细微的个体去理解这个。其实这个就是那个张力所在。如果科幻作品用这样的一个视角，就是去记述，然后它和这个外界的一些冲撞，这个就是这里面的一些叙事的智慧，我觉得也很动人。很动人，这他们好容易挖掘出来的。因为我们现在能看的科幻小说都是怎么说呢？可能是百不存一。就比如说，假设以前啊，同样的题材啊，外星移民发了100部小说，里头只有1部大热，被观众们被喜欢，然后呢，他会反复再版，然后呢，才会有中文译本啊。所以我们能看到的中文译本已经是里头最优秀、最优秀的了。除此以外，其实还有大量的这种，像你说的相同的视角，因为可能叙述能力差点或者其他差点就给滤掉了啊。所以这个如果这么说的话，有可能真的你不懂英文的话，会错失很多那种非著名的这个知名小说里头的一种独特的一种视角。这个可能以后我得补这个，因为现在自动翻译真的很牛了啊！那个他只要找着英文原本啊，基本上80%左右，80%-90%它可以自动给你翻译过来，能让你理解它这个故事和推进。好，那今天 OK，这一口气儿说了快90分钟了哈，说来说去只是说交换了一些基本意见啊，这个知道我们以后可以从哪个地方开始去讨论啊。具体的话，像你说，就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未来家庭和这个国家这个连接，以及该怎么发展，现在想了想，还没有具体结论。那但是这个呢，但是现在想了想，就科幻可能最大的意义在于教育。你看，无论是国家的想象能力，还是我们个体该去怎么去对未来如何想象，你有了这种想象能力之后，才可能更加有信心去规划自己未来，不是现在的这个行为啊。这个，所以这个是科幻可能跟教育相关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直接关联。但你说对思维的变化呀、神学呀，还有什么信息蒸馏和智慧，这个呢都有相关的，都每一点都可以去展开啊，都可以去展开。包括你乌托邦啊，其实你刚才说的很多这个，哎呀，乌托邦这个事情，是以后再说乌托邦吧。啊，对对对，乌托邦这个事情，这个特别搞笑。之前我的一种浅薄的理解，以为它是好东西，后来再一看，哇，乌托邦搞了半天，人家这个社会是社会运动哦，有好多村落，还有什么城邦人真的这么去干，然后呢，逐一都崩溃掉了啊！崩溃的方式方法，科幻小说里头叙述的非常接近，这个就让我更加震惊了啊！好。那下一次现在是啥呢？那下次也是一样，就是看什么时候空了，我们基本上是尽可能控制在42分钟以内啊，每次聊一个点啊。那么这一次呢，也是授权，我把它整理到这个 YouTube 上，可以吧？可以啊，咱们以后还是列个提纲。列个提纲是吧？不一定，其实像这样的话，以后我找着这个现场的这个叫啥来着，录像设备啊，我们现场边说边聊，你可能还有很多道具啊，什么东西还能画一画。现在是完全靠嘴啊，这个就太有点困难，是吧？也是思维风暴，也挺好。思维风暴困难就是怕这个观众会觉得就是信息。观众不怕，因为是这样。其实我后来想通了，之前的总是觉得我们要形成一个可以拿得出手的方案也好啊，结论也好啊，是舞台剧也好啊。但其实我们像这种，不叫有目的的，就是这种放松的这种沟通，本身就是一种创作行为和过程，或者说第一视角的这个叫证据，它就是我们共同的作品。这个作品以往的我们没有办法去把它长久的留存下来，比如说我形成录音录像，对吧？然后放在你那，放到我这儿，一搬家可能就丢了。那现在发到 YouTube 上 ，OK， 它通过这个叫云存储，它可以永续下去。现在我们在 YouTube 上随时随地可以看10年以前啊，对，是12年，11年以前
11年以前我在北京豆瓣那个里头组织的一次活动的全程的录像，你都可以找得到。这在其他地方你是很难做到这点的。哇，啊，那你的数字分身不是已经那个喂养的很健全？没，数字分身我不打算弄，它不是因为现在呢还提取出来之后，所谓的数字分身其实就是对我以往形成的这个叫数据的一个快速的模糊查询，它并不能代表我，它也不可能替我创造出来高于我甚至于低于我的一些创意，这不可能的。那与其这样模糊搜索出来一个模糊的结果，还不如你直接用搜索引擎搜索出来一个精确的一个结果。就是说穿了，数字分身为什么应该有？大多数情况下，你为了是提高效率，要么是有些过世的人实在是没办法，需要召唤出来，灵魂召唤出来，那做一个。普通人来说还轮不到我们做这个数字分身，还是等再进化进化哈，还是等这个 AI 的能力。除了 AI 能力之外，因为它起什么作用呢？比如说创造出来一个大妈，能起什么作用呢？对大多数人来说，帮助其实不大。除非你好吧，对啊，你比如说对很多人，你比如说你把周恩来吧，周恩来你给我复制出来，这个有可能会产生动荡，但是你把阿西莫夫给我复制出来，哎，这个我觉得很值得很值得啊。但是其实三大巨头里头，阿西莫夫我觉得是最无趣的一个人，他是真的是跟民工一样啊，这个40年啊，我觉得那个银河帝国真的是，对，他那个真的你看下去真看不下去，真看完觉得很牛逼，看过程当中太难熬了。所以阿瑟 C 克拉克呀，还有这个叫卡尔萨根呐，这些有趣的，我觉得复制出来还行，对吧 ？OK， 好，那今天先这样，以后随时聊。那这个大妈的多重宇宙，所以这个就是这个词儿，实际上我是借用了另外一个电影的名字。那个电影呢是刚获得那个金奖的，就是我们杨紫琼的，他那个电影叫《妈的多重宇宙》，我就加了一个大字，所以大妈的多重宇宙，所以里头会遇到哪些人不知道。现在反正这个素雅Sonia 算是一个常设嘉宾之一了。OK， 好以后见Live long and prosper，拜拜，拜拜。